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我哋呢個嘅一周部署嘅環節。咁嚟緊呢個禮拜咧就好緊要噶啦，大家有美國總統大選啦，有議息結果啦吓，咁好開心啊！亦都係有 Francis 喺我對面同我一齊做節目嘅 Francis， 你好。你好啊，孫子，大家好啊！見到你個背景啊，係白宮加埋又紅又藍，就知今個禮拜梗係要講個美國大選做主題啦，係咪先？冇錯。喂，咁我哋今次咧，其實我哋做上個禮拜嘅小節目嘅時候咧，已經提到話要預告個美國大選做一個前瞻性嘅嘢嘅。咁然之後過咗大選之後咧，我哋係會有翻一個大選嘅結果跟進，因為即係當結果塵埃落定之後咧，就會更加知道啲候選人到底未來個政策會點樣行啦。咁即係你知道，可能特朗普上台之後，可能對華政策有啲咩影響噶嘛？即係呢啲唔知嘅嚇，咁就到時對個港股、美股都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嘅反應。咁所以咧，我哋係會諗住真係去到出咗嚟嘅結果啦，先至會確確實實分析上任後總統啊嚇，究竟係民主黨嘅總統定係共和黨嘅總統出嚟點樣影響市場咧？之後先分析。反而我哋今日咧想即係調翻轉頭，係想有少少宏觀少少去講，究竟個美國總統大選對於成個股市或者經濟嘅影響有幾大咧？喂，咁其實我哋咧其實之前做節目嘅時候咧，以前都已經略為提過嘅。你話其實咧每逢大選年都好啦，不論你話個結論係點樣都好，係即係你話民主黨或者共和黨個候選人當選，其實有啲 pattern 咧，都係會一定會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係想分享呢一點，去同大家聚焦講呢一樣嘢嘅。咁咁當然就我哋去講呢個內容之前，就預告埋，其實我哋今日會繼續好似過去一個禮拜咁啦，重溫翻之前我哋喺呢一個 channel 度咧，同大家分享過話可以值得留意嘅孫子兵法重溫啦嚇，咁之前跟嗰啲股份咧都會同大家重溫嘅。咁如果想知道個情況係點咧，咁記得睇到最後啦嚇，咁同埋記得訂閱同埋留言留言俾我哋咧，咁就係最大嘅動力啦，係咪Jason？冇錯，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咁你撳個叮叮鐘咧，就唔會 miss 任何個機會，因為每個禮拜都有新嘅資訊，每個禮拜都有我哋新嘅一啲分享，或者有啲少少嘅彩蛋或者部署。如果你 miss 咗咧，咁就我覺得係有啲可惜，因為我都好有心機去做呢件事啊。你見到翻成日喺對面嘅情況，都係一個比較野外嘅環境，但我哋無懼風雨，無懼任何約會，都要做呢件事。咁所以大家記得你嘅支持同鼓勵就係我哋最大嘅原動力。好，咁而家就事不宜遲啦，就 show 翻張圖先啦。啱啱其實 show 咗一次，而家再 show 下嗱。呢個咧就係阿 Francis 幫我哋大家做一個功課，究竟美國大選之後點影響股市咧？咁Francis 同我哋講一講個邏輯係點樣啦？係啦，嗱，其實咧美國大選年咧，每逢去到呢一個情況咧，有一個 pattern 好得意嘅，就係當大家成日話大選會唔會有咩影響㗎？到時特朗普上任會唔會震到個經濟點樣，或者個股市點樣㗎？嗱，其實咧我哋中意做研究分析咧，要睇埋個歷史數據表現嘅。其實如果咧用翻過去咁多年嚟嘅總統大選咧，有統計以嚟咧，美國大選年，只要係嗰年係大選嘅話，去到全年埋單計算咧，係有90%嘅機會咧，美國股市最後都係有得升嘅。呢個係好特別嘅，不論個結論係點咧，都係會升。總之經歷完大選嗰一年，個股市就係升。咁當然啦，我哋成日都會你可能話唔係喎，納指可能最終唔係升定係點樣咧？我哋其實多數會用標普500指數嚟講嘅，因為標普即係 S&P 500啦，佢係最反映到全個美國股市唔同類型嘅企業嘅嗰個嘅表現嘅經濟表現，或者市場對於成個市場預測嘅展望。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咧過咗大選年之後咧，嗰一個嘅股市都係有得升嘅。呢樣係第一點好重要。而第二點咧，多數我哋要留意埋就係大選嘅期間咧，到底會對個市場嘅波幅造成幾大啦？咁而其實咧有一個數據係幾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每當叫做政黨交替即係不論你話嗰個候選人佢個政策係點樣，總之有一樣嘢政黨交替，即係假設由民主黨變成共和黨，或者由共和黨執政變成民主黨，呢個過程咧，個市嘅波動一定係大嘅。記住係波動大，但係唔等於係跌。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個政黨交替嘅過程，大家就係擔心會唔會可能有一啲政策上市場需要時間去適應，或者去重新了解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就令到個市況咧係一定會相對上
震得多啲嘅。咁另一方面咧，呢、個就其實我反而就想請教 Jason 你嘅，嗯因為咧每當大選年過後咧，有4個板塊咧，好多情況下咧都係會跑贏到成個市場嘅。啊，唔知其實個原因係咪都可能即係同換咗政府之後話要谷經濟等等嘅嘢有關啦？能源、金融、通訊同埋工業咧，往往喺每逢大選年過後啦，個表現都係特別好，甚至可以跑贏標普500指數嘅。嗱，其實頭先我哋一直喺度講咗好多統計啊、數據，話啊，即係過去咁多年逢大選年一定有得升。嗱，但係換轉喺今次嘅情況下，你覺得係咪照樣用翻呢一套可以用過去歷史作為前車可鑑嘅理論套用翻落今年呢個大選年，去咁樣睇個美股，以至到甚至我哋港股市場咧？我諗如果暫時講嘅話咧，美股其實都好符合緊而家行緊嘅趨勢啊！即係咩意思咧？今年以嚟，無論係標普、道指、納指都仲升緊嘅。咁但係應該納指升得最少，我哋一齊睇下啦。道指嘅話咧，其實由今年以嚟咧升一路係咁升上啦。就算而家係回吐緊咧，都升咗好多㗎。我哋睇個圖表嚟㗎，你見到由今年1月8號就上到10月28號，即係而家我哋上個禮拜五啱啱禮拜五收市嗰時啊，都係12% 升咗啊！呢個係升緊嘅都係，跟住標普啦嚇，標普亦都係一樣係升緊嘅。我都見到納指都係升緊啦。標普嘅話咧，升咗21.96%，即係咩意思咧？暫時道指今年以嚟係跑輸標普嘅。OK， 我哋睇埋納斯達克指數啊。咁啊，今年以嚟咧，我而家拉俾大家睇，升咗25%啊，最高30%。所以咩咧？所以直到目前為止的而且確，三大指數3隻都係升緊啦。咁跟住重點嚟啦，記得頭先咧，阿 Francis 講咗，通訊、工業、金融、能源喺完咗之後會跑贏翻個大市。嗱，好有趣嘅係咩咧？呢4個板塊喺邊個指數入邊佔咗最多權重咧？就係道指啦，係嘛？就係道指啦。咁即係話嗱，咁啊個問題嚟咯。假設如果全年買單要升，而喺大選之後呢個辦法升得更勁嘅話，即係我哋有一個結論係好大機會發生嘅，就係喺個大選之後，道指大機會跑贏標普，而且好大機會可能跑贏納指。因為如果納指係今年升多咗，嗱佢都係升緊啦。就算納指而家呢一刻，假設大選之後，因為政黨交替真係波幅好大，呢個好 agree，因為一個政治不確定性，特別係交替啦。而家個市場其實係買緊特朗普贏㗎。我哋記得上個禮拜都仲講緊喺 Poly Market 係 Trump 係講緊60%機會嘅，而Horace 係講緊40%機會。而家暫時仍然係大比數，雖然可能 Trump 嗰邊係跌咗少少，但係都仍然大比數。咁即係話假設啦，如果 Trump 係上台嘅話，咁即係話個政黨係交替咗啊，由民主變共和，咁個波幅就好大。嗱，呢一件事咧，其實今個禮拜咧係有證據係講咗啦。我哋先睇睇 VIX 先，呢個指數好緊要。VIX 係講緊究竟市場上邊對個隱含嘅波動性誇唔誇張？嗱，暫時見到咧，禮拜4嘅時候咧，突然間啊，其實咁講啊，由禮拜3、4咧，因為下夠勁啦，突然之間短2日升18%，其實18%好多㗎啦。雖然之前啊曾經試過喺我哋今年8月啦，因為全球急跌就升得成20幾個 percent， 60幾 percent 啦，一日之內，咁呢個係極誇張嘅。正常情況下，一日升10% 已經係多㗎啦。咁我連續2日夾埋升18%。當然禮拜5嘅時候啊，即係前日啦，睇緊片嘅時候就前日，雖然係講緊跌咗5%，但係個 trend 咧，個趨勢咧，喺我哋系統嘅話咧，大機會標普嘅波動率仲會上升。呢個都反證咗大選之後個波動會大機會啦。咁即係咩意思咧？如果納指期貨喺呢一個位，因為佢暫時咧比較核突，點解核突咧？就係佢原本好地地喺高位上面徘徊緊，突然之間咧，禮拜3、禮拜4高台跳水，跳咗你都話唔好多600幾點啫，但係你記得之前個波幅好細嘅嚇，納指之前波幅好細，喺上面好細，就冇咁多個點數，突然間跌600幾點。咁禮拜5係小反彈啦，但係個反彈咧有啲貓膩嘅喎，咩意思啊？佢彈咗本來彈咗成200幾點，佢最尾只打100幾點啫，即係個升幅收窄咗一半。當然呢個同經濟數據好有關係啦。咁嗰啲一連串嘅數據，估唔到個就業人數新增得咁少啦嚇，呢個都係個市場唔確定嘅因素啦。經濟嗰啲係點啦嚇 ，GDP 同埋出嚟又唔係話非常之好喎。咁大家對於美聯儲嘅感覺咧，唔知係點。但我覺得咧有個參考就係咩意思咧？
就係頭先阿 Martin 所講咗，一般就算邊個上台都好，大選之後都會谷通脹，呢個我 agree，好有機會無論係阿 Trump 同埋就算係 Harris 上去之後，都應該谷個經濟，谷經濟會點咧？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可能同美聯儲有啲干預，要減息，呢個有機會係出現咗。咁嗱，重點嚟啦，我估納指咧，因為今年升咗好多啦，升咗成25最多3成啦，佢回翻之後，就算回多1成，佢都仲係升緊成年嚇，但係仲未講埋12可以反彈噶嘛，即係話今次個回吐有機會同之前有啲唔同，可能有啲急。如果回吐有啲急，有波動機會有啲大，所以大家如果係有納指科技股相關嘅個股嘅話咧，我覺得係要小心做對沖嘅。我先俾我點大家先，納指期貨嗱，我哋講 NQ 而家個圖嗰個啦，如果再次跌穿2萬點，呢個禮拜之內跌穿2萬點，佢將會有個比較急嘅下跌嘅情況出現。一回嘅話咧，下個位好大機會去到18900呢個位啊！呢個要絕對去，呢個絕對小心。如果再升翻上20450點嘅話咧，先至有機會可能都係高位橫行。呢個就要非常之小心啊！呢個納指咁調翻轉啦。如果真係大選之後，能源、金融、工業特別好嘅話咧，呢個有啲關係，因為有刺激政策，有金融好啦，有一個叫做 Made in USA 或者我哋叫做增加嗰啲支出，令到本土嗰個生產好嘅話，咁會增加工業啦。咁你通訊都係啲基礎建設啦，所以點解係有機會道指可能喺大選之後可能跑贏翻納指啦？咁呢個有啲人可能會做 pair trade，咁當然啲咁複雜嘅策略咧，就交俾自己嘅決定啦。咁但係我就想講嘅就係納指有機會個回吐可能有機會深，而道指有機會之後可能跑贏翻。咁呢個係我對美股嘅 idea 咯。係啊，咁即係其實咧，我哋個睇法啦嚇，咁啊頭先綜合翻孫子所講嘅，都係幾 buy 翻之前嘅歷史話俾我知嘅數據啦。即係總之喺呢個大選期過後啦，成年嚟最後埋單計啊，最終美股升嘅機率都相對上會比較大啲嘅。咁但係唯一我哋依家呢一刻咧，我哋唔好理咁多嗰啲咩政綱啊，或者政黨嘅主張係咩先，太複雜啦。即係有時咧，投資者好容易俾啲一系列嘅政治消息影響咗我哋嘅諗法。反而調翻轉頭，簡單啲，我哋知道咗個 pattern 多數點出現。其實頭先孫子提到一點就係話，記唔記得個股市咪已經近期回咗一回嘅？其實都幾吻合咗咧。美國銀行之前做過統計嘅，其實多數咧喺大選期間啦。特別大選之前，即係9月至到10月呢段期間咧，多數係會跌咗先嘅。喺個大選之前跌咗先，咁然之後去到大選之後咧，11月或者12月打後啦，年底最尾嗰2個月先至嚟反彈嘅。咁暫時就應驗咗跌嗰 part 啦。咁之後到底會唔會反彈翻咧？咁暫時就未知嘅。咁但係起碼如果你話就算呢一刻真係跌咗，全年埋單嚟計都真係全年有得升嘅。咁呢個位就真係會做到啦。咁而呢啲都係歷史數據話俾我哋知咧，市場經常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同埋補充多少少啦。咁因為我哋呢條片咧出嘅時候咧，其實就係11月3號啦嚇。咁而今年2024年嘅總統選舉日咧，就定為喺美國時間嘅11月5號。咁喺美國嘅選民咧，就可以喺選舉日1人1票選出佢哋心儀嘅候選人啦。咁而去到幾時先至係正式就任咧？其實係要去到出年嘅1月20號咧，個總統先至會就任嘅嚇。咁即係所以，點解選咗之後仲成日見到拜登個樣嘅咧？咁其實就因為未上任啊個總統。即係我話翻呢個背景資料個時間線俾大家知。咁但係其實呢個消息一出咗咧，個股市就會好快預示咗未來新總統上任之後對於市場嘅嗰個睇法啊，或者係對於政策上，好快就會喺數據上投票出嚟俾我哋睇，反映到出嚟㗎啦。喂，咁所以咧呢個咁嘅情況下，我就想再問多少少啦，因為我哋而家預示，其實我哋頭先講過一系列嘅嘢咧，都係針對緊喺美國嘅股市，成日講納指、道指或者標普500指數。咁我哋講翻近少少啊，上2個禮拜同啲家庭觀眾們一眾嘅朋友仔問過佢哋，其實原來都揸好多港股啊嘛。嗱，你又覺得今次呢個情況對於港股嘅影響有幾大咧？嗱，我哋先唔好講嗰啲關稅啊、對華政策住下，因為嗰啲真係要上咗任先至可以評論到嘅。呢一刻我哋點樣去分析呢個情況先？係啦嗱，如果你話港股嘅話咧，我諗咧個波幅咧仍然係比較細，因為其實美國總統大選對於港股基本上
有少部分個股，如果某個可能 Trump 上台影響大啲啦，Horace 可能就影響細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基本上佢哋上台咧，對於港股嘅反應咧，其實關係性係好低嘅。其實港股反而最影響性咧，就究竟聯儲局喺即係11月7號夜晚啦，究竟會唔會減息？如果減息咁樣夠快嘅話咧，因為令到港元同美元掛鈎噶嘛，令到港元相對其他嘅貨幣係平咗。呢一個咧，其實對港股嚟講咧係好事嚟嘅。即係嗰個美國減息減得夠快，減得夠多嘅話咧，對於港股咧係一件好事，絕對係一件好事啊！咁所以如果總統大選嚟講咧，同港股咧係冇嚴格關係。不過如果個總統上台之後，佢因為某啲政策原因，或者佢用啲佢嘅辦法去同聯儲局施壓，令到個減息嘅情況咁快咗嘅話咧，咁就對港股有受惠啦。反之，如果美聯儲減息個步伐同幅度冇預期中咁好，或者直情唔減息嘅話咧，反而對港股嘅影響就大啲，就會冇咁好啦。咁呢個就係最基本咯。咁但係你話都有人，因為好多人留言問我哋㗎，我見我哋上兩次嗰啲兩個禮拜嗰一週部署啲人問，咁如果 Trump 上台影響有啲咩特別啊？嗱 ，Trump 上台影響嘅最特別咧，我諗有幾個板塊特別差，一個係電車，另一個就係喺普遍佢有業務出口去美國，咁所以電車係最大一個。所以如果係電車板塊，呢個幾咁肯定。如果 Trump 上台，佢哋應該特別差。中國嘅電車特別係嗰3所係啦，咁我覺得會特別差。咁呢個係同埋一啲同埋半導體嘅股票會特別差。如果特別差嘅話，特別好嘅話咧，要再睇下佢嘅真係有咩政策落翻嚟。因為你都知啦，好多人都問㗎，喂，唔係喎，明明共和黨係唔 buy 新能源車㗎嘛，但係問題 Elon Musk 又去支持佢喎，咁究竟佢上台之後對 Tesla 係好啊，定係唔好咧？但又唔係喎，民主黨咧又明明係中意 Tesla 嘅喎，但係佢又唔撐 Tesla 唔撐Horace，咁點解咧？嗱，其實想講咧，任何事情都係可以反後，特別係你政黨方面嘅嘢更加大機會反後。你見到喺日本，石破茂明明係鷹派，一定要加息，上台之後就話我輾轉反側，諗咗好耐，我發覺都係唔加住係得㗎嚇。咁所以佢真正政策係點樣咧？佢上台之後，慢慢一步一步，慢慢抽絲剝繭去睇都未遲。但係我而家最基本就係究竟我對港股咩反應咧？就係基本上邊個當選對港股咧個反應唔大，但係調翻轉喺當選之後嗰個美聯儲議息會議就對港股係好大，因為港股同港匯嘅關係比較大。如果美元減息嘅話咧，理論上咧對港匯咧係有少影響，但係仲有其他問題喎，就係其他貨幣對於港元佢哋叫做港元叫平咗，咁咧有某程度上咧可以吸引有某啲外資或者某啲資金可能流進翻去港股，但係個時間係咪即刻咧？唔係嘅，要時間嘅。咁呢個就睇翻究竟港股喺未來，我估仍然喺個波幅上邊會比較細。咁睇下究竟日經啦，同埋即係外圍四方啦，日經美股會唔會回？如果經美股回，而港股唔係好回，跟住再加埋如果 A 股我哋內地嗰邊有政策嘅話咧，咁港股咧反而唔好睇咁差，係啦。如果出邊回得好勁，港股回得唔勁，波幅好細，其中仲有板塊升緊嘅，港股係唔可以睇得咁差，特別12月。係啦。今日嗱，其實頭先聽你分析啦，有一樣嘢我覺得有一個感覺啊，第一個嘅感覺就係、有冇發現咧？大家嗰個市場嘅噪音其實好多啊，即係究竟邊一個上台，邊一個撐邊一個候選人，背後有好多一系列嘅猜測。咁我哋聽完咧，其實我哋會好容易俾呢啲市場嘅噪音啦，或者過量嘅資訊咧，而導致我哋落錯咗一個投資嘅決定。咁其實既然咧，一句講晒啦，如果對美股嚟講，我先已經分析咗啦。對港股嚟講，實際上嘅影響可能都要當選之後，就睇下到底佢哋好重要。兩位候選人最後當選嘅嗰位總統，點樣去應對住佢哋嘅高通脹？點樣去刺激佢哋嘅經濟，同埋點樣影響住佢哋美國嘅息口走勢，先至影響到我哋港股市場。咁會唔會變相我哋喺香港呢啲市場，亦都唔需要特登去就呢件事做出任何嘅部署先？即係可能等所有嘅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啦，我哋先至再就呢件事作出任何嘅部署咧。我覺得港股方面係可以嘅，暫時如果你持有個股嘅，咁啊繼續咧用個股佢本身個止損位啊。究竟佢咪跑贏
大市啊，我想講就係、如果本身你持有嘅個股係不斷咁下跌或者跑唔贏個指數咧，呢個跑唔贏指數咧就係而家見到恒生指數係已經升穿咗喺今年5月以嚟嘅高位，然後佢回嘅幅度係穿唔到五月嗰個高位。換句話說，如果你嘅股票第一佢冇突破到5月高位咧係弱，第二突破咗之後，如果佢回跌穿5月嘅嗰個高位咧都係弱。所以如果你持有住呢兩隻咧，如果就我嚟講咧，我就唔會揀嘅。調翻轉，咁我就會睇啦。佢都突破咗5月高位，然後一路上去，但係回嘅幅度咧同恒指一樣咧，咁就同大市同步 OK 啦。但係佢回嘅幅度或者佢仲升得仲多恒指嘅話咧，佢個強過大市，咁嗰啲就可以跟住佢相關嘅top take profit 或者stop loss 位慢慢推上去。咁呢個我就個股而定咯。你係大市方面咧，我覺得仍然係好難做，因為佢暫時細波幅，好細好窄。如果你喺個位置度咧，有啲食啲波幅嘅話咧，你要快同埋支持阻力位出手，用區間方法。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個位炒股唔炒市咧，我覺得仍然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邏輯咯，喺港股方面。OK， 咁啊，希望今次我哋即係就個美國大選啦，講翻個港股部署上講得清晰明確啲啦。咁而美股方面就暫時頭先 Jason 都嚟為分析咗啦嚇。呢一段期間可能有機會咧，仲有啲少少回嘅空間嘅。正如頭先提到話，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數據得出嚟嘅結論，同大選期就係可能會先跌，去到年尾再回升。咁但係當然可以有其他突發事件啦嚇，呢個只不過係較大概率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呢個講得好清楚。喂，咁我哋不如就進入下一個環節啦嚇。咁就係頭先提到關於跟進之前提過嘅一啲重點股份咧。其實上一集咧，我哋喺呢個一周展望度提過一隻新嘅 B 仔股嘅。咁嗰隻 B 仔股咧就係叫做，等我睇下先啊。和裕啊，係嘛？係2256。咁當時咧，你就話睇好呢種創新藥嘅主題股份咧，個走勢呢一隻啊，呢隻冇盈利嘅 B 仔股嗰時幾強。咁如果睇翻過去一個禮拜咧，就其實都跌過幾棍，之後臨尾喺埋單計嘅時候，其實係有反彈翻出嚟嘅。咁你又覺得呢隻如果有貨冇貨，依家要點做咧？係啦嗱。咁佢暫時咧禮拜五嘅時候，即係上個禮拜啦，禮拜五收市嘅時候咧，佢係報4個1毫9嘅。咁而家今日收啱啱禮拜五再呢個禮拜五收市咧，就4個3毫1，咁都仲有啲賺，係微賺啦嚇。咁但係咧個走勢上邊有冇問題咧？我暫時見到其實都係幾對版嘅。第一，佢喺禮拜一開始回吐嘅幅度，如果3日幅度大概係12%，我覺得係勉強可以接受嘅。第二就係佢暫時嘅走勢咧係未轉弱。仍然係繼續沿住個上升趨勢線繼續行上去嘅，咁佢個邏輯同埋基本面咧都冇分別。咁如果假設有貨朋友咧，我係覺得要推個止賺位，應該止賺位啦，推到係3個9毫半啊，3個9毫半呢個位。咁我估呢個位唔穿嘅話咧，咁就唔使咁擔心嘅。咁我預計咧，如果佢未來任何一日成功在4個半以上收市，兼且個成交有流入嘅，咁嘅話咧，佢係周線同級別突破，咁望咧就望到高啲噶啦。咁暫時我見到咧，成個市場咧，B 仔股咧部分咧係都唔差，咁所以我會繼續持有住咯。如果我有貨嘅話，好，咁你有貨就可能就繼續揸住啦嚇。咁就因為佢個走勢其實始終成個禮拜出跌過，但係埋單計實反而都仲有啲升。而佢近期嗰個上升軌係確實走咗出嚟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始終佢係市值細啲，同埋係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股咧，波幅相對大啲嘅。呢類型嘅股份咧，多數市場嘅建議都係話少住。佢有少少搏一搏去急升嘅呢一個部署嚟嘅。好，咁跟埋咧，之前過去幾個禮拜即係留意過嗰啲股份咧。嗱，京東物流啦，咁就其實要話睇實個雙十一嘅情況。其實暫時咧近期佢都 keep 住出啲新聞，就係講話京東物流就同呢個雙十一開始唔同嘅平台越嚟越多類型嘅一系列合作啦。咁依家都有啲人都開始等佢第三季業績做得出嚟好唔好啦，加埋就係等埋雙十一嗰個嘅表現到底買貨買得好唔好咧？咁要買得好嘅話，佢哋做物流嘅自然就好受惠啦。咁但係佢嘅走勢上咧，有少少令人曾經驚過一驚咧。佢衝到上去16個8嘅時候，即係破咗52周新高之後咧，其實係急回翻去16蚊樓下，即係15個幾咁浮浮沉沉啦。咁但係有啲人就開始驚，就話喂，會唔會其實可能
今年雙十一未必真係炒得起咧，因為睇翻有啲市場報道都話阿里方面都可能會有史以嚟唔再搞嗰個雙十一晚會，會有個信心開始少少唔喺度。呢個你有冇少少擔心？嗱，暫時咧，的確咧個回吐幅度比較大啲啦。咁上個禮拜五我都講咗啦，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日我哋嗰個節目，上個禮拜嗰個節目啦，我講咗啦。喺禮拜五嘅時候咧，我係都獲利咗大約係一半以上噶啦。咁我之後咧喺連續喺今個禮拜咧，喺禮拜一同禮拜二咧都獲利咗啦。咁因為獲利咧，就發覺禮拜二嘅時候咧，佢冇再好似禮拜咁樣突破新嘅新高，但係佢收市價咧就低過禮拜嘅收市價。咁呢個喺頂位度咧唔夠強嘅表現，咁所以我都獲利咗超過3/4噶啦。咁剩翻嗰啲咧，我覺得都係跟住個 market，睇下佢冇機會再升啦。如果只要佢任何一日再穿翻15.2嘅話咧，我就會另外最尾嗰啲都會賣晒佢啦。咁咧暫時其實咁講真啦，雙十一有機會大家唔好嘅機會好大啦，見到巴巴走勢都好差啦，任何京東啊、拼多多都唔係極好。咁你但係始終我睇中嘅咧，睇中佢物流嗰樣嘢，物流係一個除咗雙十一，無論佢個有冇增長都好，物流係不可缺少嘅。第二個就係都係出海，咁所以咧我仲有少少嘅 buffer 俾翻呢隻股票，所以我擺15.2就係咁解啦。O.K. 即係呢隻股份咧，大家留意住啦嚇，因為由開始同大家講留呢隻股份嘅時候，已經係要睇實雙十一嗰個市場氣氛，個氣氛好緊要喎嚇。確實呢排睇雙十一相關嘅新聞咧，冇之前個氣勢咁大啊嚇。即係你話，就算淘寶、天貓搞好多優惠，咁但係咪個討論度好高咧嚇？或者喺內地媒體啲新聞咧，好容易出到類似相關嘅新聞。暫時未見到話個電商氣氛好好啊，甚至頭先Jason 提到即係阿里巴巴表現其實反而係麻麻嘅，未至於話真係借呢個消息咁樣炒上去啦。風險要注意住，咁同埋略為提到啦，之前講到嗰啲中交建啦、中煙香港啦、信達生物啦嗰啲相對上嗰啲部署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表咁樣列咗出嚟俾大家睇啦嚇。咁我哋未來咧喺呢個節目度啦，都會 keep 住咁樣去跟進住究竟過去講過啲股份嚇應該點做，同埋最緊要就係 Jason 佢自己好多時有個別都有持有嘅，佢會好樂意嘅話翻俾大家知，佢呢個部署做咗啲乜嘢，俾大家做翻個參考，而唔係就冇揸到，然之後就純粹推介或者叫大家留意，就唔係咁樣嘅情況嘅，係啦。咁嗱，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會照樣喺同樣時間同大家就真係確確實實去分析究竟嗰個美國總統選嘅結果出爐會點樣啦。頭先提到好重要，佢會點樣影響住個美國經濟啦。如果真係特朗普當選嘅話，喂，可能關稅上會唔會有啲咩着眼點咧？美國聯儲局個減息或者步伐啊，或者甚至個息口政策有冇轉變咧？到時詳細分析啦。嗱，咁嚟一問你，仲有冇嘢要補充先嚇？係啦，嗱，暫時我諗咧，今個禮拜咧，除咗美股之外咧，日股都可能係一個關鍵嚟嘅。日股有機會咧，都有關鍵點咧，唔知會唔會跌得落。咁所以我諗咧，如果有日股嘅朋友都要小心啊，因為日股咧就好多時咧，真係上邊熬咗好耐，突然間咧呢一兩日突然間下跌啦。但係禮拜4號咧佢休市，所以5號咧有機會佢係會開市之後咧，可能個波幅比較大。咁睇下究竟日股會唔會都會跌，因為日股都有朋友會留意啊。今日經呢個期貨板塊。咁另外咧就係我覺得如果係石油嗰啲咧要睇住啦嚇，石油嘅機會咧，因為而家地緣政治嗰個問題啦，你見到咧佢好似有啲緩和跡象，即係有機會停戰啦。如果真係停戰，而跟住歐佩克嗰邊可以即係做翻個增產係確認咗嘅話咧，石油都會再跌啦。咁所以石油方面係要小心，唔知會再跌。如果有相關個股啊，或者你係做期貨朋友要留意啦。係啦，咁啊，注意住個外圍市場啊，商品市場近期都相對上喐得比較動盪少少啊。特別金價咧都升得好急啊，有啲避險情緒出咗嚟咧，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亦都好多謝大家咧，即係呢段期間支持，因為望到個訂閱數咧都升得幾快，咁啊亦都破咗6000訂閱啦。咁啊之前就提到話希望可以快啲達成到1萬訂閱咧，咁啊有賴各位多多幫忙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咧純粹睇完但係未訂閱㗎嚇，我知道其實而家個數據顯示好多人睇完係冇訂閱嘅。咁啊幫手訂個月啦。嗱，如果唔訂閱咧，就可能會 miss 咗我哋每個禮拜嘅一啲市場更新啊、市場跟進係咪啊？
冇錯，所以記得臨完之前有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啦。咁我哋呢個係孫子大會嘅頻道啦，就希望帶俾一啲知識，希望大家可以咧，即係其實只要有恒心咧，散戶都可以執金嘅嚇。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冇錯，下個禮拜我哋再同一時間，咁下個禮拜好精彩，下個禮拜好多數據，有好多嘢會出㗎，知道好多數據啊，咁就有排講㗎啦。咁啊，下個禮拜就再見啦，各位記得 comment、like、冇錯 subscribe 同埋叮叮鐘啦，拜拜各位，拜拜，下個禮拜見。拜拜。